在4月中旬，特朗普政府突然将关税大棒挥向了俄罗斯，宣布凡是那些购买并使用俄罗斯矿产资源的国家，美国会对他们最高征收 500% 的进口关税。这一政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掀起惊涛骇浪，对俄罗斯经济的命脉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俄罗斯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大国，矿产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的出口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据着支柱性地位。美国此举显然是直击要害。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向来以强硬的姿态屹立于国际舞台，面对美国的高压威慑，自然不会轻易向美国举白旗投降。那么，在如此严峻的外部压力下，普京将如何带领俄罗斯破局？特朗普妄图通过这一极端关税手段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他的如意算盘又是否能够得逞？而就在此时，中国在对美关税战中始终保持的强硬态度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效。回溯到4月8日，当时中美之间的关税战激战正酣，俄罗斯驻肯尼亚大使馆却出人意料地发布了一篇推文，配图内容十分耐人寻味。图片生动地描绘了中美欧三方深陷关税战的漩涡之中，打得不可开交，而俄罗斯则悠然地躺在高墙之上，一副隔岸观火、置身事外的模样。为了确保图片所传达的含义能够被准确理解，大使馆还特意在图片上配上了关税战的英文标识。不得不说，俄罗斯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在故意吸引美国的注意力，仿佛在提醒美国不要忽略了自己的存在。事实上，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之间的贸易关系便急转直下，双边贸易总额大幅减少。相关数据显示，去年美俄之间的贸易额甚至还不足中美或是中俄之间交易数额的零头。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贸易现实，在特朗普发起的第一波加征关税名单中，俄罗斯侥幸并未被列为全面关税制裁的对象。然而，俄罗斯此番看热闹的举动，无疑让美国感到大为不悦。美国一直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习惯于主导地位，对于任何可能挑战其权威或是对其政策有所轻视的行为都极为敏感。俄罗斯的这一行为被美国视为一种挑衅，瞬间点燃了美国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导火索。美国此次对俄罗斯寄出的 500% 关税大棒堪称一记暴击，其威力之大令人啧舌。要知道，即便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已经打得如火如荼，美国对中国加征的最高关税额度也不过才 145%。由此可见，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一制裁力度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某个国家选择继续购买俄罗斯的能源，那么其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将会被美国毫不留情地加征最高 500% 的关税。在如此悬殊的关税差异面前，任何一个理性的国家都会重新审视自身的能源采购策略。毕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无缘无故地为了俄罗斯的能源而承受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多支付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关税费用。此前，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全面制裁的巨大压力下，毅然决然地开展俄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强大的能源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支撑。仅在2024年这一年，中国就从俄罗斯采购了超过1亿吨的石油，如果再将天然气交易等其他能源项目考虑在内，中俄之间的能源贸易金额更是庞大的惊人。然而，如今美国的制裁大棒落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遭遇严重阻碍，不仅要应对外部制裁导致的市场萎缩，还要在国内面临俄乌战争带来的巨额军费开支。这种收入锐减、支出却不断增加的严峻局面，对于俄罗斯的财政状况以及国内整体经济而言，无疑是一场可怕的噩梦，犹如一记记沉重的铁拳，狠狠地砸在俄罗斯经济的脊梁上。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的推动下，4月12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且明确地表示，中国想要多少石油，俄罗斯就会准备为中国输送多少石油。在采访过程中，鲁登科还诚恳地直言，中国的行动应该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但我相信，即便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中国朋友也一定会选择与我们合作。不得不说，俄罗斯此次所释放出的积极信号和明确表态，可谓是恰到好处，精准地抓住了当前局势下的关键要点。由于中国对美国施加了对等的关税政策，美国的原油若想进入中国市场，其所产生的成本将会不受控制的大幅上涨。
如果美国原油企业依旧按照原来的价格出售产品，那么在中国市场上无疑将面临巨大的亏损，完全是在做赔本买卖。但倘若选择提高价格，鉴于中国在能源市场上拥有丰富的选择和强大的议价能力，美国原油又未必能够获得中国市场的青睐。中国完全可以转而从其他更具性价比的能源供应国采购原油。这一局面对于美国原油企业来说，无疑是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无利可图的困境。也正因如此，有相关领域的专家预测，如果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保持现有的关税政策，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原油数量很可能会逐渐减少，直至趋近于零。而就在此时，身为全球能源大国的俄罗斯，由于受到美国制裁，导致国内经济陷入困境，主动向中国示好，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对于中国而言，一旦能够获得稳定且充足的能源供给，自身的发展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产业链和制造业体系，农业生产稳定且发达，军事力量强大，在国际舞台上具备坚实的话语权，同时国内经济状况也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如今若再加上俄罗斯可靠的能源支持，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将拥有更为坚实的保障，综合实力将更上一层楼。并且鉴于此次是俄罗斯率先有求于中国，在双方后续的合作谈判中，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主动权，完全有可能以更为优惠的价格获取到更多的石油资源。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满足中国自身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采购成本，提升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益。而对于所谓美国提出的500%关税制裁威胁，在当前中美关税战的大背景下，对于一贯秉持强硬态度、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中国来说，几乎无法产生实质性的阻碍作用。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拥有强大的韧性和应对能力，不会轻易被美国的这种极端制裁手段所吓倒。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成功获得中国大量的石油订单，这对于其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雨，能够在关键时刻缓解俄罗斯的经济压力，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俄罗斯可以利用来自中国的资金，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美国制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美这场关税战发展至今，谁将成为最终的输家已经逐渐明晰。与在关税战中成功收获了俄罗斯、欧盟等合作伙伴，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合作空间，提升了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相比，美国如今国内可谓是乱象丛生。进口订单的暴跌，使得美国国内众多依赖出口的企业面临巨大的经营困境，大量工人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国内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激进关税政策的反对声音也日益加剧，民众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积累和发酵。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特朗普甚至直接准备关闭30多所驻外大使馆，以削减财政开支。这一系列迹象都表明，美国在这场关税战中不仅未能实现其预期的战略目标，反而让自己陷入了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多重困境之中，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欧盟是一种典型的经济组织，当然它未来发展方向是要朝欧洲合众国的方向去发展，那就必须要收这些重要的主权。正是因为邦联政府没有征税权也没有征兵权，它这征税征兵怎么解决呢？比如说在独立战争之中，就是邦联政府说我现在需要多少军费来组建大陆军，那么他要把这个额度按照各州的配额分配给各州，那么各州来决定我怎么出这笔钱，或者我出不出这笔钱，这完全是各州说了算所以你会看到华盛顿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可以说被这套制度折磨得死去活来经常是得不到军饷因为这些州完全看他的心情，他的州议会掌握着所有的权利，他要高兴了就给你一点，不高兴就说没钱，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征兵权也是一样。好，华盛顿说我要建立一支多大的军队，这个征兵的额也是按照配额制度，告诉各个州你们来给我提供这些兵员，因为他没有直接征兵的权利。好，这些州呢就会按照这个定额来给你选派，但是怎么选派，服役时间多长，各州自己说了算。你会看到独立战争中
美国一共有40万人，分别的这个服过兵役，参军打过仗，打独立战争嘛。但是华盛顿在前线战场上能够直接指挥的同时服役的人，永远就是3、4万人，也就跟英军的兵力相比，从来就没有占到优势。啊，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各州的服役时间都不一样，有的慷慨一点，1年服役，最短的6个星期。为什么呢？那各州说，我现在农活太多，我干不过来，所以我只能让这些士兵去当6个星期的兵，那还怎么打仗？所以你会看到华盛顿指挥这个战役特别惨，1万多人说我们要打一个战役吧，结果呢，还没开到指定的地点，一回头少了一半啊，为啥？这些人服役期满了啊，自动就走了。这个有些呢还比较好，打个招呼，有些连招呼都不打。这华盛顿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走，就是失联了。所以这个就使得他这个独立战争为什么打起来这么费劲，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还有，由于兵饷短缺，华盛顿就说我自己就像乞丐一样的，拿着帽子到各个州去乞讨啊，人家这个高兴就给你，不高兴就不给你。其实大陆军啊，就是殖民地最后组建了这个华盛顿领导这个大陆军，的确像乞丐，很多人都没有鞋，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枪炮弹药补给什么都没有，确实像一个叫花子的队伍。所以华盛顿这个人，他应该说对邦联这套体系他的问题和他的毛病，经过8年战争，可以说把他整惨了，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很不喜欢啊。除了这个之外，邦联政府正是因为得不到各州给的这个军饷，他又要维持战争，怎么办呢？只有发行货币，自己印钞票啊，这个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大陆币啊。这个大陆币就是由邦联政府发行的啊。其实从1775年到1780年的战争的主要时间吧，军费的几乎是唯一的来源就是靠邦联政府印钞票啊，印纸币。发行了多少？发行了2.4亿美元。这2.4亿美元我们现在听着没什么感觉，好像不是太多。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北美的13个殖民地加在一起，经济的总产值是多少？是1.14亿美元。换句话说，你发行的货币量超过 GDP 的2倍以上，这当然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当然了，除此之外，由于邦联政府发行的纸币到处去流通啊，这个就流到各州。那也就是说，大陆军采购要到各州用大陆币去采购，而大陆币又是严重贬值的，贬值到什么程度呢？一开始跟金银币是1:1，到1781年1月底，这是它贬值最厉害的时候，贬到了1:100啊，就是1块钱只剩1分钱了。所以各州就不干了，各州一看，你拿贬值货币到我这儿来抢购，你不是这不是生抢吗？所以你印我也印，因为本州每个州都保留了货币发行权。所以各个州也开始开动印钞机，他们又印了2.1亿美元，好，加在一起，这就是4.5亿美元，而你的经济产出只有1.14，这个通货膨胀就太严重了，导致殖民地体系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完全经济就停顿了，因为大部分商人还有这个老百姓拒绝接受政府的纸币，那这个商业经济贸易就完全停摆了。除了滥发纸币，这个邦联为了打仗，这个邦联政府还发行了大量的公债。战争中嘛，如果全部发钞票，通货膨胀太厉害，那么发公债是一个有效收缩流动性的一个手段，所以他也发了很多公债啊，既有外债又有内债啊。比如说外债他还欠了1370万美元的这个外债，这个主要欠谁的？欠法国人的。当年法国人参战给美国人提供军火，他不是白给的，对吧？这就相当于贷款。你要还不上，这就得欠着啊！这种外债必须偿还得用金银币，不能够使用你的纸币。内债呢，就是这个邦联政府还有各州总共发行了6000多万美元的这个债务，所以这再加上货币增发这个效应，整个殖民地的体系、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就显得非常的混乱。你像这个美国的公债价格就跌到正常价格的1/20，没人要啊，因为你邦联政府没有征税权嘛，那以后你政府怎么还这个钱呢？大家心里没底儿啊。所以由于这种征税的问题，包括这个巨额的债务问题，再加上我上期讲到了新英格兰地区它的造船航运啊，包括国际贸易全面衰退，所以当时殖民地的经济、财政、
货币金融可以说是混乱到了极点。到了1787年，所有社会的矛盾全部聚焦到了这个邦联制度上，这是自由进化涌现出来这个制度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你比如说，坚决反对邦联制度的有4大集团啊。第一个集团以波士顿为首的那种商人集团、大商业集团，他们非常讨厌邦联制度啊。什么原因？他们是做国际贸易的啊。做国际贸易，如果你这个货币成天不稳定啊，现在只有当初价格的1%，那你这个货币还有什么信用？国际贸易谁带你玩呢？怎么结算呢？国内贸易也是一塌糊涂啊。因为13个州就相当于13个主权独立国家，每个州都设自己的关税。你比如说吧，新泽西的木材要送到纽约，得上纽约的关税；特劳华的卷心菜要送到纽约市场中去卖，也得交关税。这不跟现在的印度一样吗？为什么现在印度没有建立起全国市场？就是因为每个邦都要收一个关税。当年的美国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些人一想，这个国内贸易这不是全乱套了吗？所以他们坚决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打通所有的国内的这些各州之间的这种关卡，实现全国统一市场。对外一定要搞一个坚挺的货币啊，就是统一货币制度，废掉各州的货币发行权啊，只有美国联邦政府能发行货币，否则它就没有办法维持币值稳定，就无法跟外界做生意。所以商人集团是坚决主张要成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啊。第二个集团就是制造业集团。制造业集团在战争期间，由于英国的封锁，他们日子过得比较好啊，他们的这个相当于没有外国竞争了，就是所以新英格兰地区制造业发展还比较快。但是战争结束了，那么欧洲货、英国货大量的又涌到了美国市场。这个时候，美国制造业主就发现，我们从技术、从手段各方面我都没有办法跟外国货竞争啊！如果没有政府给我们实行一个高关税的保护政策，我们都得玩完。而且国内市场壁垒森严，我们的商品在国内这个销售很不顺畅，所以他们就要求也是主张成立一个强大联邦政府，把关税给我管好，把关税给我制定的高一些，保证我们这些人的利润啊。第3大集团就是金融集团，金融集团也是以波士顿、纽约为核心的，现在我们称之为华尔街，当年呢是以波士顿和纽约为中心的。这些人是什么呢？是国内的放贷者，就是他的生意、他的盈利主要是靠发行贷款，那么这些人在国内属于债权人，那么他们在这个货币贬值过程中相当于你这个不管是邦联的货币还是州的货币都在贬值，那你不是侵害我债权人的利益了吗？我这生意还怎么做啊？我这放贷这个生意就会亏本啊，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他们要跟全世界要进行金融联系，也是要求一个稳定的货币。另外呢，在金融集团里面还有一帮人属于金融投机分子这些投机分子就是看到战争在发展过程之中，特别是法国参战之后，觉得胜利是有希望的。而这时候普通的国债的持有人，比如说一开始的这些农场主南方的这些人呢，脑子没有这么灵活，就是反应不过来。当这个国债价格跌到只有票面价值1/20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债券要卖出去，谁收？就是金融投机商收。所以6000万美元的庞大的美国的公债，大部分已经转移到波士顿和纽约的这些金融投机商手中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以说是迫不及待的希望成立联邦政府。为什么？因为联邦政府一旦成立他们也要求首先是要用金银币来偿还他们的债务而且要以国家的税收作为抵押，用新的国债去置换老的公债，1比1的置换，就是1块钱兑1块钱。这样一换算的话，他们手上所拥有的公债的价格会翻20倍，至少可以挣到4000万美元。这4000万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就在这个1787年前后吧，它的购买力足以买下当年美国版图的1/10。所以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动力，要推动联邦政府赶紧成立。除此之外，第4个集团就是土地投资商集团。因为在战争进行期间他们已经翻过了山脉，到俄亥俄这个河的流域圈占大量土地。这个时候
他们也非常的希望联邦政府早点成立，而且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帮他们去打印第安人。如果联邦政府成立，有联邦军队的话，他们手上这些土地，在西部的土地就会立刻大幅增值。所以你会看到，在美国立宪的过程之中，它会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四股力量，来共同推这件事情。当然了，跟他们利益相反的还有一帮人啊，这帮人主要是农业集团啊。第一个就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南方种植园主就很不喜欢这帮人提出了一个这个强大中央政府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因为他一听制造业集团推行要搞高关税，而我南方的种植园我是生产农产品的，我是要出口到欧洲去换工业产品的。你要搞高关税，就意味着我买欧洲货的成本会提高，啊，保护了你，但是亏了我，相当于南方种植园主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了北方的制造业主。注意啊，这是美国后来导致南北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根源，就是北方所制定的政策，高关税政策虽然保护了东北方向的制造业，但是是以牺牲南方种植园主的经济财富作为代价的。时间长了，这帮人非反叛不可。还不光是一个黑奴的问题，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广大的农场主也很不喜欢这四股力量提出来的这个联邦政府的概念。为什么？当年的农场主占了美国人口的90%以上，可以说是占绝大多数。他们在社会中普遍是负债阶层啊。为什么？买土地需要贷款，因为你很少有人能够一次性付款把土地拿下来。然后呢，你耕种庄稼，你的牲畜主要用牛啊、马呀，这也得贷款，还有你的种子，还有包括你各种各样的农业的这种用具、生产性的这些资料都得贷款，就盼着风调雨顺，然后收获了之后卖给商人们，挣到钱才能还贷款，所以他们普遍是处于严重的债务的负担之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独立战争打了8年，啊，我这个以前提到他们有40万人参军。我们可以算一下，美洲殖民地300万人口，一半是女人，还剩150万男人。而当年殖民地的中位人口是16岁，啊，那就是有一半的人都是，就是在150万中有一半都16岁以下，就可以忽略不计了。那剩下80万男人，80万青壮年的男人中间有40万去参军打仗，可以说全国人口能够动员的青壮年50%已经参战了。这会导致什么？导致农业的生产不仅受到战火的摧残，而且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啊，战后呢，战后又受到英国的经济制裁，他们的农产品又是向欧洲出口，但是国际贸易又坍塌了，这就使得全美国这个农场主普遍陷入了深入负债啊，而且濒临破产这样的一种境地。所以，就这样的这种利益关系来说，农场主是坚决要求发纸币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负债太沉重，现在经济情况太不好，啊，所以你让我搞坚挺货币，搞一个这个金银币这个货币，我们承受不了，哎，所以这就双方产生了激烈的矛盾。那这个波士顿这些大的银行家就骂这些农场主啊，说你们这是投机取巧啊，你们这是赚我们的钱啊，你们这是一种偷窃行为。哎，广大的农民是怎么反驳的？就是说，独立战争虽然是你们商人挑起，但是是我们农民坚持到底的。我们现在所打下这个美国天下，我们是流了血流了汗，我们出力最多，所以我们要求公平分配财富。这份财富我们有一份啊，而且是一大份，就是你们银行家必须要承受损失，因为我们在战争中付出更多。注意啊，这是美国民主的起源。90%的农场主坚决要求他们的利益得到保护，而他们的人数多，所以在各个州的地方议会中，他们普遍占有优势。所以地方议会所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是保护他们的利益的。啊，你比如说，如果跟波士顿商人打官司，好，波士顿商人到了各个州，你发现你根本不好使，因为当地议会全是农场主做主，所以你这官司打不赢。哎，而且经济贸易还包括货币政策，地方政府啊，地方势力非常强大，这就在美国造成了尖锐的矛盾，就是一派是债权人，一派是债务人，
在货币问题上，在财政问题上，在一切领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尖锐到什么程度？尖锐到在1787年、86年到87年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啊，这就是著名的谢斯叛乱。这个谢斯是什么人呢？这个谢斯是马萨诸塞，就是新英格兰的这个一个农场主。他呢，早年独立战争一爆发，立刻就参加了革命啊，就去当兵去了，就当民兵，去跟英国人打仗去了啊，热血冲动啊！而且参加了基本上所有北方的重要战役，比如说列克星敦枪声的时候他在场啊，围攻波士顿的时候，围困波士顿的时候他也参加了，这个萨拉托加大捷的时候啊，消灭英军5000人的时候他也在。所以由于作战勇猛，被提拔成了上尉，而且这个很多将军都很喜欢他，比如说这个拉法叶就是法国的一个贵族，当年投身美国独立战争，帮美国人打仗啊，他也是华盛顿最亲密的战友了。他曾经把自己的佩剑送给了这个谢斯啊，就表示对他战功和他作战能力的认可。当然，到1780年他受伤了啊，就是从1775年参军一直到80年，打了5年的仗。啊，身负重伤，然后退役，这也算衣锦还乡吧。结果一回到马萨诸塞州，突然发现啊，法院给他发了一张传票，说你的农场现在严重负债啊，银行家已经说了，如果你到某月某号还还不清钱的话，你的农场将会被没收。这个谢斯一听就急了，他说：“我这5年给国家打仗，没有领到1分钱军饷啊，因为这个邦联的财政制度很混乱，很多人都没有领到军饷。我没有领到军饷，流血牺牲5年，你还要没收我的家产，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啊？”好，波士顿法院说我们不管这个啊，因为我们是马萨诸塞州，那是邦联，跟我没关系。你如果到时候不付，而且还得用金银币付，我们就抄家，很简单。这个谢斯被逼无奈之下，他就把拉法叶给他那个佩剑也给卖了，但是没卖多少钱。还是还不上钱，这个时候就真要面临法院来抄家的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就是马萨诸塞州的地方政府权力是掌握在波士顿那些商人手上的。商人为了确立自己的信誉，要跟国际上做生意，就必须要搞金银币制度，所以他们拒绝发行纸币，而且要求所有的纳税人、所有的负债人只能还金银币。我以前提到过，美洲大陆本来就缺金银币。再加上几年战争的损耗、严重负债这个情况，你上哪儿去让他们找金银币？找不到。好，这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谢斯走上街头一打听，在新英格兰地区像他这样的老兵陷入破产境地有好几万人。马萨诸塞州的法院每个月要处理2000个老兵破产、家产被没收的案件，所以谢斯这帮老兵一想，这比英国国王的暴政还要厉害得多呀！那日子没法过了，怎么办？揭竿而起，反了吧！结果在新英格兰地区，老兵们一听反了，全来了，聚集了多少人？15000人。如果你看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领导大陆军所打那些战役，超过1万的战役没几个。好家伙，这个地方聚集了15000人，浩浩荡荡要杀向波士顿呐，要占领波士顿。所以这个整个美国当时就全乱套了。不仅是新英格兰是这样，南北殖民地这个抗税，包括拒绝还贷款这个现象，是一个非常普遍现象。每个州都在发生这种骚乱，这个欠债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剧烈冲突，说白了就是农场主和这个4大集团之间的这种冲突。所以美国当时陷入了一种风雨飘摇的境地。最后怎么办？只有一些有钱人出钱组织这个雇佣军，用雇佣军去对付这个起义军，打了多久？打了半年多，才把这个谢斯叛乱给平定下来。可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啊，这个事情对美国的统治精英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啊，他们认为，以前觉得主要的危险来自于暴君，来自于英国国王，威胁我们的私人财产的安全，但是这个时候他发现暴民，就是这些武装起来的这些人。多数人如果组织起来，他的危险比英国的国王还可怕，还现实。这时候你会看到，在1787年左右，美国内部出现了政治的一种非常极端化的倾向。比如说，华盛顿就受这件事的刺激，决心要重新出山。他本来打完独立战争退休了，本来准备清心寡欲在家里养老了，但是谢斯起义爆发了啊，这个叛乱闹得太厉害，所以他准备重新出山，重新来从政。
当年美国南北就有很多德高望重的这些社会名流给他写信，建议华盛顿直接称国王称帝啊，就是劝他称皇帝，建立君主制度。为什么？就是在起义，在这个暴民的这个冲击之下，有钱人觉得靠一种专制的君主制度，甚至军事独裁，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也比这个政权落到暴民手上要强。注意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人经常说民主怎么样，你去看看1787年这些人的通信，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就是这些精英，咒骂的都是民主，因为民主必然会导致一个均贫富的发展方向，因为他人多呀，90%选举他肯定赢，所以在多数人对少数人财产的时候，就会形成所谓多数人的暴政，我就一定要分你的财产，如果不合理的情况之下，我就要这么干啊，这叫多数人的暴政。那么我们现在经常把民主和自由这两个词儿连在一块儿说，其实这两个词儿根本的逻辑是矛盾的啊，因为民主是朝着均贫富的方向发展，是多数人决定少数人命运的一种思路。自由呢？自由就是我想怎么赚钱就怎么赚钱，所以自由的体系之下必然是贫富分化的。那么民主和自由这两个东西，它是代表两种极端，在经济角度来说，一个是代表社会均贫富，一个是代表社会的贫富化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民主自由的时候，根本不区分这两个词在历史上的含义和它背后的逻辑，必然产生冲突。这是美国立国者这帮最有头脑的人在1787年宪法制定会议召开之前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美国宪法怎么才能保证私人财产既不受到少数暴君的这种侵害，同时又不受到多数暴民的侵害。就目前我们已知的这些信息来看，川普他现在要搞这个所谓内政优先，美国经济在这次大选中所体现出的全部问题，就是它无法创造足够的高薪就业岗位，啊，这就是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创造足够多的高薪就业岗位。什么叫高薪就业岗位？年薪5万美元以上的就叫高薪就业岗位。以前在制造业中，大量的工作机会都是这个水平以上，现在不行了。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高薪就业岗位流失极其严重啊，到现在离2008年已经过去了8年之久，现在还远远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甚至要远远低于1999年的水平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说，现在经济好得不得了，因为失业率很低，低到历史接近最低点了。那是因为失业率的统计方法有严重的误导性。我以前节目中曾经说过，就是在这种失业率的统计口径之下，那些长期失业的人口将不被算入失业人口，这就导致失业率这个数据出现了严重的误导啊。除此之外，新增加的就业，就是2008年搞的一整套施政纲领所创造出来的就业，仅仅是那些年薪19000到25000美元之间的低薪就业。这些人连养活自己都不容易啊，也就是在美国就是温饱线嘛，他怎么可能去扩大消费？这也就是美国经济都搞了这么多年了，还不敢加息。既然你经济很好，复苏很畅通，为什么不加息？不敢加息，因为经济还相当的疲软。不管是川普还是希拉里，美国总统竞选人总喜欢祭出减税这门大杀器。知道美国人为啥都爱看超级英雄电影吗？他们内心都盼着有朝一日超级英雄降临白宫，把美国万税减成美国千税呢。所以川普针对性地设计了一款超人竞选海报。在美国不算企业税负，个人税负主要有3种，一种是所得税，包括薪水、奖金、分红、股息等等个人和家庭收入都需要缴税。联邦税法规定了5种不同的报税身份，分别为单身、夫妻合报、夫妻分报以及单亲家庭和有家小的丧偶家庭。每一种报税身份又对应划分了7档不同的收税比例，其中单身缴税最高，月收入低于9225美元为第1档，需缴纳10%的税；月收入超过413000美元为最高的第7档，缴纳比例39.6%。对美国单身狗这是满满的恶意啊！一种是消费税，也就是购买商品时缴纳的附加税。消费税属于州政府征收的地方税，每个州税率不一样。加利福尼亚是13.3%，税率最高；德克萨斯、内华达等7个州最低，免税。另一种是物产税，例如房屋和土地，每年都要缴纳房产税或地税，每个州税率也不一样。最低的夏威夷州每年房产价值的0.28%，最高的新泽西州每年缴纳2.38%。
房产税主要用于房产所在地的医疗、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因此房价越高的地方，治安、医疗、教育就会越好。还有一种遗产税，联邦政府规定，遗产超过545万美元要交纳最高可达40%的遗产税，19个州还要单独征收州一级的遗产税或继承税。所以，美国富豪要么把资产捐出去，要么未雨绸缪，以避免身故后继承人变卖资产缴税。但是，川普总统上任后，真的可以把这些名目繁多的税收免掉一部分吗？老王的态度不是很乐观。不光是美国这样，欧洲也一样，因为欧洲采取是同样的措施，所以你会看到美国和欧洲，包括英国脱欧，这是同步在发生的问题。包括明年的这个法国，我估计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啊。归根到底就是美联储啊，他们搞的这一套宽松货币，包括现在超低利率政策，对于高薪就业岗位的创造来说，非但起不到正面作用，反而起到了压制作用。什么原因呢？其实我在《货币战争5》中已经给出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就是在亚低利率的情况之下，一定会使资产的泡沫膨胀起来。那么这些 CEO 们、大公司的老板们就想，我到底是把资金投入这个扩大生产线，或者去搞科技研发，这叫资本支出啊。那个东西呢，时间长，见效慢啊，而且面临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那我还不如把钱全部投进股市，炒我自己的股票回购嘛，然后把自己股价推高，我可以获得大量的奖金啊，成千上万、上亿。所以这就使得美国的资本的开支上不去啊，也就创造不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严格说起来，这种货币宽松和超低利率政策，非但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反而会阻碍高薪就业岗位的创造。啊，说白了就是鼓励大家去赚快钱，这不跟当年加勒比海模式有什么两样吗？所以，特朗普正是看到了这个危险的趋势，所以他对这个美联储的一整套措施非常的不感冒，三番五次的提出啊，他上台之后要炒掉这个耶伦啊，炒掉美联储主席，至少不让这个人连任，他一定要选跟他的观念差不多的人来担当这个岗位。其实比起美国的货币政策而言啊，这个川普其实更厌恶的是全球化啊，就是以 WTO 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全球化。在过去的30年中，资本是助力的嘛，所以美国的企业一定会把这些制造业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去，墨西哥呀、亚洲啊，很多国家啊，这么一家接一家的企业搬移，这会导致整个产业链连根被拔起来了。啊，大家都跑到其他地方去投资了，那美国的工业就会千疮百孔，也就是制造业会衰落。这个是川普发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所以他对于全球化这种反感是由于他们牺牲了美国的高薪就业岗位。那么对于现在商业帝国他们主导的这个 TPP 和 TTIP 可以说是一种深恶痛绝啊。为什么？因为这两个贸易协定，一个是面向亚洲伙伴，一个是面向欧洲伙伴。它从性质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全球贸易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它从本质上是商业帝国这些跨国公司们跟参与国家的主权政府分享主权的这么一种性质。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商业帝国这些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参与国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你比如说，你如果参加了 TPP， 那么你这个国家本国政府是不能随意制定有损于这个跨公司的这种法案的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司法权的践踏。如果说双方产生了这种纠纷，最后的仲裁是在纽约那个仲裁法庭，也就是剥夺你最高的司法权的权利啊。所以这种权利是对于各个主权国家的一种很深的介入，它这个力量这种威力啊，要比当年殖民时代的治外法权要厉害多了。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愿意加入？因为像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国内也有很多跨国公司，日本的跨国财团、澳大利亚这些大公司有的是，他们的利益吧，应该说本来就跟商业帝国是一致的，或者说本来就是中间的一份子。也正是由于这帮人在日本和澳大利亚国内的这个大力游说，才迫使日本和澳大利亚政府他不得不牺牲主权，然后让这些大公司去获取一种更高的利润。
那为什么穷国要参加？像越南，像很多这种国家，为什么要参与呢？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穷国也是在牺牲主权去交换经济增长啊。我们形象说，就有点像穷人不得不卖血去换馒头吃，是一个道理。这个川普意识到，如果 TPP 和 TTIP 一旦搞成的话，那么对美国工业的打击会比现在这个全球化这30年要严重得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将会在各个国家获得更大的权利，甚至包括司法权和立法权的一部分，这就会使他们处于更加有利的竞争态势，啊，有更大的权利，啊，有更自由的这种资本进出的这种法案的保护，啊，还包括更好的这种优惠条件，这就使得这些公司相对于在美国境内仍然生产的这些公司来说，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因为对方的条件太优越，导致美国的公司仍然在美国进行生产的公司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你不走，你就会死掉。所以这会加速这些公司流向这些新的商业帝国，所谓新的边疆啊。在这样情况之下，那么美国的工业衰落将会加速。正是由于川普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这个问题反全球化这个问题当成他上任的一个执政的一个重点。就上来我们会看到 TPP 基本上已经停摆了， TTIP 也停摆了然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呢重新谈，加拿大、墨西哥都已经同意了重新谈条件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思路很明显的反映出它是代表美国本国的利益的一个出发点，就是美国第一，全球化第二。其实应该说，川普已经把美国现在这么多年的经济的萎靡不振，原因是找到了，关键是怎么治疗。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够有效创造很多高薪的就业岗位呢？在川普看来，无非是开源节流，创造新的，抑制这个现有的这个工作机会的流失。怎么创造新的？很多人说川普的整个经济策略或者整个经济方案没有逻辑，我恰恰相反的认为它的逻辑性很强。你比如说，如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首先，公司大幅减税。现在美国公司这个所得税是35%，我记得我以前节目中讲，瑞典是28%。好家伙，美国的公司税比瑞典还高，而瑞典是高福利国家。其实瑞典的这个税率在欧洲是偏低的，相对而言，美国跟欧洲的公司比较起来，它的负担太重。川普认为这样不行这样我们企业怎么发展呢？减税，从35%一刀砍到15%如果这一点落实的话，如果能顺利通过的话，那么川普团队估计美国公司的盈利能力将立刻上升30%。这就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本来说川普上台全球股市崩溃，为什么没有崩溃，反而出现了大涨的局面呢？就是因为这是对股市来说是个重大的利好假如川普减税成功，这将会导致美国企业的利润大幅上涨。但是这是不是必然会导致高薪就业机会的产生呢？这却未必为什么？因为这取决于2个其他的限制条件。第一，市场消费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扩大？第二，就是企业赚钱，通过实业来赚钱，跟股市上涨比起来谁涨得更快？我们先说第一个条件，就是消费能不能扩大？消费扩大就必须要有更多的消费能力。川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也要减，个人所得税要降下来。现在美国是7档他把它精简成3档，最高税率从39.6降到33，这个就使老百姓有更多的钱能够消费。同时遗产税取消，这一套搞下来，那么川普的团队预测他们将会释放4万亿美元的消费能力，这当然会大量的这个刺激市场消费的增加。好，满足这个条件之后，我们还要看第2个条件。那么企业会不会由于生产扩大，由于这个消费增加，就必然会投资扩大生产线，去进行科技研发，去雇更多的高薪的这种就业岗位呢？这还取决于美国是不是要继续执行超低利率政策和宽松的这种政策。如果你继续执行压低利率，资产价格的上涨有可能会超过你通过失业赚来的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企业把钱花在扩大生产线，花在这个技术研发上，它这个动力就会被削弱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上台之后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劝说也好，压迫也好，让美联储加息啊。这应该说代表他一种主观意愿，但是能不能做到呢？这个就难说了啊，因为美联储是完全独立于美国总统的。我记得我以前在货币战争这个系列丛书中讲到过，当年的里根上台当总统了啊，请美联储主席啊到白宫来谈一谈。美联储主席说不，我没有必要到你那儿去。那里根说，那我到你这个美联储大楼里面，我们俩会晤一下。主席还说不，啊，你最好不要到我这儿来。最后双方只能找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大楼，在那儿会面。可以说，美联储是一个相当独立的这么一种机构，完全不理睬总统的任何的主张。它代表谁的利益？当然代表华尔街的利益。而华尔街呢，显然不希望资产价格上涨受到任何压抑，所以在这个方面，双方的斗争恐怕在未来还有的看，刚刚拉开序幕。同时啊，川普这种大规模的减税还会造成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财政赤字会暴涨啊，国债会猛增，所以反对他的这帮人就做了个测算，你不是要减税4万亿吗？那就意味着国债会增加4万亿啊，还有人评估的更高。再加上它财政刺激和各种开销吧，啊，可能未来几年美国的整个的债务水平会增加10万亿美元啊。当然，川普就说你们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我减税之后，政府财政税收会增加啊，不会有这么多债务。不管是川普这个测算，还是对方这个测算，有一点是改变不了的：减税对经济施加的一种刺激作用，它是比较慢的啊，要在未来几年才能逐渐体现。但是债务的增加是立刻就能显现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啊，美国国债如果增加这么多，谁来买啊？啊，现在沙特石油价格暴跌，老板们没钱了啊，石油老板没钱了。中国还有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在严重流失啊，在抛售美国国债，而不是在购进，这就面临一个问题：你如果增发4万亿或者增发几万亿美国的这个债务，谁来买单呢？谁来接盘呢？这个川普也想好了对策，他的对策就是把跨国公司在海外藏那些利润给我弄回来，啊，怎么弄？你不能生抢啊，所以川普设计的就是诱惑，啊，诱惑是第一位的。怎么诱惑？就是如果你们海外这些这个利润回流美国，这笔钱有多少？2、3万亿美元之巨，我给你们一次性的优惠，就是10%的税率。交了这个税之后，既往不咎。好，这是所谓这个引诱的一招，但这招会不会奏效呢？这个却很难说，因为为什么美国这些跨国公司把钱放到海外而不愿意拿回来？除了说避免这个交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如果 TPP 和 TTIP 搞成了，那么这么多国家加入这个新的一个贸易帝国，这就会出现大量新的边疆啊。他们这个钱在海外可以就近去抢占风口，或者就要夺取各国的经济的制高点。你要把我的钱给弄回美国，好，那边如果谈成了，我这个钱怎么再出去呢？这就很麻烦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我宁愿把这个钱放在海外，我也不愿撤回美国。川普正是看到这个现象，所以他准备了，如果说吸引不动的话，那我就来个釜底抽薪。什么叫釜底抽薪呢？就是我把这个 TPP 和 TTIP 搅黄了，断了你们的念想，你这个钱不就回来了吗？所以川普的想法是，我先把钱给你弄回来，然后再把你们这帮人给弄回来。他反全球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迫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回流美国本土，这是他的根本目的。回流美国本土才能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否则的话，美国经济就不会真正的振兴。好，如果说这招还不管用，他就要采取第3招了，这就是打了啊！既然你们不听招呼，就惩罚你们。他这个打呀，怎么打法啊？就是我们看到他对这个中国说如果说中国这个人民币汇率被定位成汇率操纵国的话，那么将对中国采取一种高关税的政策，45%惩罚性关税。好，其实这个中国商务部也好，美国的这些智库也好，都做过研究，在中美贸易之间，这个所谓的贸易顺差
80%都是源于商业帝国在中国的公司所产生的，也就是这帮人躲在中国的面具之后，利用中国的税收减免政策，利用这个人民币被低估这样的一个现象等等啊，其实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体现成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川普的这个45%，当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很多企业，但是他主要的杀伤的对象，他认为他在惩罚这些吃里扒外的人，因为你在这么不合理的情况之下，你会导致美国的企业没法生存啊，就是他如果不跟着你们走，他就会完蛋，所以他要惩罚的是这样的一种他认为不合理的状态。其实川普这个人是个商人，他是做交易出身啊，就是任何东西都是交易，商人的本能。所以在他看来，如果是一家中国的公司，你所生产产品在美国有市场，为什么不做贸易呢？但是如果你们这帮人躲在中国面具之后这么来干的话，而且抢走了美国高薪就业，这些人需要惩罚。如果我们按照川普这个思维方式来进行推导，假如他真的最后成功了，你把这些跨国公司给逼回美国本土了，他会面临什么问题？会面临美国本土基础设施严重的这种落后、老旧，已经严重落伍了啊！可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吧，最后一次美国大规模兴修基础设施是在50、60年代，全国当时修高速公路。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修过任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了。你像北方的这个五大湖地区的这个铁锈地带，6万多家企业被关闭了。好，那为什么还要修公路、铁路、机场呢？没有必要了。正是由于没有工业增长的需求，所以就没人愿意去投资基础设施，用不着啊。你比如说在弗吉尼亚地区，你看很多这个老的这种区吧，它那个电线杆往那一杵都杵了50多年了，半个世纪了。在前2年一次雷阵雨，还不算太大雷阵雨，就导致大面积的停电，甚至有些家庭停了1个星期，基础设施就已经严重老化到这种程度。在这个华盛顿首都啊，我94年去的啊，94年我就听说要修一条地铁，从它这个市区这个站一直连通到达拉斯机场啊，那是个国际机场嘛，每个城市的国际机场都必须要有地铁通到市内，这是常例。但是这条地铁线有多长呢？一共才20公里。1994年我听说要修，一直到现在修完了吗？还差2站。好家伙，这样算下来，一年修的这个里程还不到1公里，这也太落后了。这落后到什么程度？就是爬也爬到了。那么整个你会看到美国的基础设施这种落后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些地区，不仅存在于工业区，基本上各大城市都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啊。美国全国到现在没有1公里的高速铁路，中国都16000多公里了。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现象？就是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个事儿想起来就让这个川普这帮人窝火。为什么？打了10几年，花了6万亿美元，这笔钱如果用到美国基础设施，可以足够把美国基础设施更新2遍。所以川普他从一个商人的直觉认为，这笔买卖亏到了骨子里，得到什么效果了？得到什么政治上的目的了？除了几百万难民现在在欧洲、美国横冲直撞，导致恐怖主义这个进一步扩散啊，世界各地更加不安全之外，唯一养肥的就是国防部那些承包商们啊，所以他认为这种搞法不应该再继续。那么在我看来，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川普要做的必然是全球战略的收缩啊，因为2场战争使美国确实是伤筋动骨，缺钱缺得太严重。你既要进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搞国内经济，创造高薪就业，同时还要在国外维持世界警察这样的一种权利，这2方面是不可兼得的，你的财富是不够的，怎么办？必须得收缩。怎么收缩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很早就放话，他想跟普京谈和。这招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就是在中东地区要进行战略止损啊，不能再把钱无限制往那儿投了。其实在他看来啊，就整个北约东扩啊都是错误的。你比如说他现在评价北约，就说北约是个过时的机构啊，冷战都结束了，还搞什么北约？这绝不是心血来潮。因为在北约那个机构中间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比如说各国的军火商、各国的这个私人安保这种公司、雇佣军啊，还有各种投机利益分子
啊。这种北约东扩，比如说扩展到乌克兰，目的是什么？当然是看中了乌克兰大量的这种自然资源啊。为什么要去跟普京斗啊？妖魔化普京，很显然就是为了把他赶下台。最终目的是什么？当然还是要重新瓜分已经被俄罗斯进行国有化的这些石油天然气嘛。啊，明白人一眼就能看穿。但是是以谁的代价？是以美国纳税人的代价。满足了谁的利益？满足了商业帝国少数人的利益。这种玩法，川普认为不能够再搞下去了，这就是他要跟普京去谈和啊。我相信这个政策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他外交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那么在亚洲重返亚太啊，在川普看来这是一句口号啊，因为商人还是比较重视实力的。你只有一个喊得越来越响亮的口号，但是实力呢，手中握了这个棒子却越来越细。就是因为2场战争使美国的军费大量被投入了中东地区，这导致美国海空军它的规模受到了严重的挤压。比如说，美国现在海军的这种舰艇啊，大概是274艘，川普说我挤牙缝也得把这个海军扩大到350艘。所以它的在亚太地区的调整，未必像我们想象那样啊，是一种真正的退却，它是在充实自己的实力，实际上是休养生息，为自己充电，先解决国内的这个本土的经济问题，回过头来在亚洲、在亚太地区大展身手啊，因为它代表国家利益派，这一派其实在全球扫描过程之中，我记得我以前有期讲过。他们已经把中国当成真正的一个重点，啊，因此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川普的主要方针是先做战略退却，然后巩固国本，再做这个进一步的打算。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川普在亚太地区他未来的主要战略方针啊，我认为他非常有可能出于商人的本性，第一个本性吹牛，第二个本性做交易。那么基于这2个本性，我觉得可能会把萨德导弹这个问题和南海岛礁的问题作为一个筹码来跟中国换东西。注意啊，美国这个玩法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萨德导弹它还没动1兵1卒，只是放出了个消息，这就成了一个筹码，这叫空手套白狼啊。他要用这个创造出来筹码跟中国换真金白银的东西，换的是什么呢？啊，如果从川普的国内经济优先角度来考虑的话，一定是要换能够为美国创造新的高薪就业岗位，一定是要落实在这点上。它不像商业帝国派去换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它要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多人觉得川普当选之后有一种长舒一口气的感觉，其实未必啊，因为他真正要的是交易，是要了一个漂亮的交易。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川普的在亚太地区的很多动向是非常值得关注和分析。